练这个。我可以跟你们讲，我在外面看练太极拳练什么拳哈，能做到这个真正成肩的，10个里面没有1个。虽然他们做的很慢，可是你仔细的看，你看他们的手臂那个是往外还是往内，手起来的时候往外还是往内，你去看这个力量是怎么走的啊。所以你能掌握到这个，你能练好这个的时候，你就省了10-20年的功啊！啊，好，去试试看。同样的，肘也是一样啊，肘比较细，我这样子，你看肩肘一起，你看，肘是不是也开？对，肘也开嘛，是吧？对，对啊。做对的话，是不是会感觉到整只会麻？你不要讲那个，做对了我看就对，哎，你自己感觉嘛，你的手臂力量是往后还是往前嘛？对，你手臂上的力是往后还是往前？往前啊？往前。你做。好，这个有了。好，你现在再放下，肩肘落的时候，手指起来，落，手指起来，走，不要压，没有了，这个是朝内了。对，是吧？对。什么原因？不够延伸。不是，来，手握拳，走，是不是向内了？对，就这个角度。因为到这边，为什么你们看很多，比方讲练太极拳的，很多练太极拳，他练的这个架子，他不敢把这个手肘抬起来，他不敢把上臂抬起来，他们的角度都在这边，什么原因？因为在这边它比较好松，比较看起来是松，它只要肌肉，这里肌肉需要用到肌肉的那个条件比较少。可是你如果抬到这个地方，需要我就讲嘛，这边是需要更多的支撑力嘛，这个手臂需要更多的支撑力。当它需要更多的支撑力的时候，它就用到肌肉力了。对，跟你刚才一样，你刚才什么都不做的时候，你可以有一点这个东西。可是当我要你手指做一些动作的时候，你的肌肉力就出来了。对，这样不懂？所以我们练这个不是说在我不需要它的时候我可以松嘛？那废话嘛，谁都可以嘛。那你练拳你就躺着练算了，你就躺着练啊，你就可以松啊，是不是？不是嘛？我们是要在它不能松的时候松啊，那才叫松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才会有人说白鹤亮翅，他们说肘不可以超过肩，什么原因？因为当他肘一超过肩，肌肉力就出来了。你真正的松是你在任何角度，任何要用力，我的再用力，任何要用力，它都是松的，它都可以松。这个才叫松，听不懂？所以你们现在是放在这边，你觉得是松了，可是一做动作，肌肉力就出来了，晓得吗？
那就是头脑里面那个观念还没过，这一关还没过，就是说动作一定要用到收缩肌。啊，那么你们要知道这里面一个最大的差别，用肌肉跟用筋的一个最大的力量的差别，就是一个是收缩，一个是延伸。这个应该大家都晓得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红色肌肉它是力量来自于收缩嘛，白色肌肉它的力量来自于延伸嘛，它的长处是延伸嘛。那现在的习惯是用收缩来产生力量，现在的习惯是用收缩来产生力量，我们不是，我们是用延伸。所以你们这一关先要过，你们头脑里面的这一关先要过，这样不懂？否则你就是很松，你就算练拳很松，一用力，收缩肌就出来了。啊。所以所有的功法，所有的后面的差异，都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分开，分成两条路。内家拳一定走的是筋的这个路，延伸的路，所以才会有后面很多的技巧，很多的应用，很多的身体的变化，是从延伸这个基础上面所发展出来的。现代的运动，它是从收缩这个基础上面发展出来的。你这两个先要分开。我不是说你用延伸，你就不可以用收缩。延伸你可以用收缩，可是你用收缩，你就没办法用到延伸了。这样不懂？什么原因？因为你把它的那个可以打开的地方限制住。对，可以延伸的那个空间没有了嘛，跟你们刚才我让你们体会的一样嘛。你能够放出去，表示什么？表示这边的筋它的延伸空间出来了嘛。你如果是肌肉收缩，这边变小了以后，这个筋的延伸空间没有了，所以它不会延伸了嘛，它变缩了，它缩了。所以我可以说，我先延伸这边，再收缩是可以。你练出延伸来了以后，在延伸上面可以做收缩啊。我说嘛，以延伸为主的收缩是做什么用的？说过啊。对，收缩是为延伸刹车用的。延伸如果没有刹车，延伸它本身没有那个出不来延伸的爆发力，它只能一直延伸。像你练瑜伽啊，或你练那些东西，跳舞的啊，练那些，他们是一直练延伸嘛，练伸展嘛。可是它没有力量，它没力量。你延伸一定要有什么？要有收缩作为辅助，你才知道在哪边停。听不懂？所以你练出来延伸了，收缩也需要，不是我们不需要收缩肌需要，只是看拿它做什么用，不是用它产生力量，是用它帮助筋产生力量。听不懂？就像水，如果一条河很顺的一直往下流，这个河流你踩进去没关系，因为那个水流它没有力量，是吧？
可是如果水底下有很多石头在那边挡着，它那个水流起来，表面看很近，可是底下它就产生什么？产生阻力了，在这个地方就产生水的回旋了，在这边产生力量了。听不懂？这就是顺跟逆的关系了。这就是顺跟逆。你不能光顺它没有力，顺是要有逆，那逆的时候，顺里面逆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产生力量。比如说那个浪是这个时候的力量，这时候的力量是最大的。我们打人也是一样，在这里的力量是最大的。你一直出去，怎么会有力量？你就算缠，我们就算缠人，我就算缠到一个地方，你还是要有一个什么？你还是要把那个缠要把它收起来啊。听不懂？所以我们是，我跟你们讲过嘛，年轻小孩子的时候他还是要练肌肉的，女生也是要练肌肉的，可是不是一直练下去的，是练到够了就好了。够什么？什么叫够？要看这个人的体型，看这个人的生活需要，他的需要。他那个肌肉能够辅助他那个筋就够了，你不能让肌肉练的去妨碍了那个筋了。是，我们中年男子有个疑问是，我们的肌肉都慢慢有点在变成消下去了，那到底对啊，要去维持它，还是就专练筋就好？你要维持它的一部分收缩力啊。就是肌肉有感觉有在变消瘦下去。对。但是我想问，会有肌少症的问题，还是其实不用去在意，还是专练筋就好？不会有肌少力啊，因为你的筋在练延伸的时候，你的肌肉也在练吧？肌肉是不是比筋短？对，是吗？你在揉面的时候，你们想在揉面的时候，那个面的训练，你是一直压缩它。还是像那个做面的压缩拉开，压缩拉，听不懂？那个面好吃就是你一直压缩不行啊，它变硬啦，它没有 Q 性啊，它没有弹性啊，所以是压，然后什么啪甩开，再揉，再碾开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再卷起来，再碾开嘛，它是收缩延伸，收缩延伸。那个收缩不能妨碍那个延伸，你不能把一团面把它揉到你延伸不开嘛。肌肉也是一样嘛，你在练延伸的时候，你同样在练肌肉啊，因为肌肉它也在延伸啊，延伸也是一种力量啊，也是一种肌肉的训练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延伸的空间够，收缩的空间才够。这样同意吗？因为松到紧的那个中间的 range 越大，你的爆发力越大。是吧？你如果收缩到没有延伸的空间了，你那个肌肉收缩的再强、再大、再漂亮，没有用了，因为它没有伸缩的空间了嘛。是不是？你到食人族那边，他也不会吃这样的肌肉啊，因为煮不烂啊，太硬了，听不懂？所以要先练延伸。所以光是抬手这件事情，这是所有拳的第一动嘛。所有练拳，不管哪一个门派，第一动是不是要把手抬起来？就是这第一动，你把它做对了，你后面就省很多路。听不懂？
啊。好，再去试。